好，各位道友啊，这一集呢，我要延续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城隍神真实的来历，有兴趣呢可以先去看一下。那么这集我就是要来继续往下说，那城隍神究竟是怎么样从一个地方的土俗信仰，后来成为帝国级的神明？而且城隍神第一次被封爵封王，竟然是因为有军阀太过嚣张和不忠君王所造成的结果。而且在历史上呢，有多次城隍神的神像呢，曾被大规模的毁尽。我们今天呢，会从古代一直讲到在台湾日本统治的时期，都会一一跟大家说明。就如同我们上一集所说的，南北朝民间的城隍信仰，是因为战乱逃到南方的流民，他们因为信仰上的需求所演化出的神，在早期是属于某些地方的特有神明。这些地方大概都是分布在长江流域，特别是那些有流民移居的郡县，所以信仰圈呢其实不是很大。那时间到了唐代，这时的城隍信仰才走出了长江一带，缓缓的扩散到了北方黄河中下流域。但在这个时候呢，城隍神的神格还不是很稳定，也出现了一种很奇妙的情况，就是明明都是城隍神，但是在不同人对于城隍神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尊敬他的是对他祈求祈福，有的呢则是严厉斥责，甚至会威胁城隍。譬如说一位唐代的地方官，名叫韦良宰，他就曾在他的管区遇到水患的时候，严厉斥责当地的城隍神。他认为城隍没有尽到自己保护地方的责任，并且还威胁城隍，要城隍让大雨在1日之内停歇，不然就要放火烧他的庙。后来恐吓有效，没多久，这个水患就真的平息了。不止如此，韦良宰呢还拒绝祭祀城隍神，因为当时普遍有个认知，城隍是由人死之后所担任的。那韦良宰认为城隍只不过是不在4典礼制里面的淫昏之鬼，所以祭祀城隍是不合理制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死守郢城的将领慕容偃，他在当时为了要安定城内军民之心，击败了郢城的城隍，后来呢也成功守住了城池。而韦良宰呢，他在唐代是鄂州的刺史。那鄂州呢，它的行政中心是位在江夏，跟早先的郢城其实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如果当时郢城城隍的香火在200多年间没有断掉的话，那么韦良宰所恐吓的城隍跟慕容偃所祈求保佑的城隍很有可能是同一神。它会造成这样子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们呢对城隍神的神力其实是有质疑的。譬如说下面这个故事，在唐开元年间，有名华州刺史名叫韦秀庄。有一天他闲来无事，登上城墙来眺望黄河，他就在城楼里面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异常矮小，只有3尺高。他身穿紫衣，头戴珠冠，说是要来参见刺史的。那韦秀庄呢，大概就感觉出来他不像是个普通人，所以呢就单刀直入的问说：“来者何神？”那这个矮小的紫衣神回答说：“我是城隍之神，今天会来见刺史呢，是因为隔壁的黄河之神亲门踏户，他为了要拉直他的河道，过几天就要淹没华州城。但是呢，我的力量实在不够，所以呢，想要请刺史派出2000人来助战。”那韦秀庄最后是答应派兵，于是城隍加上2000士兵保住了华州城。那从这则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城隍神他是个身形矮小的神，跟现在很有威严的城隍爷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更不用说故事中的城隍，他不但矮，神力也很弱，不足以保护自己的城池，还要向凡人来求救。那虽然说唐代人对城隍神留下一个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呢，城隍神的地位仍然是有继续提升的趋势。那最早有记载到人们帮城隍神造偶像的记录，就是在唐代。譬如说当时的睦州这个地方有一任刺史名叫吕肃，他到任之后就发现这个城里的城隍竟然被摆到了北城的城楼之上。他一问之下才得知，原本的城隍庙是在城内，不过前任刺史把城隍迁到了城楼上，然后呢，在原本城隍庙的所在盖了官厅。那吕肃就觉得这个城楼实在太狭小，
不符合城隍神的神格，而且也觉得这个城门开关关会打扰到城隍，于是就派人在城内的城隍庙旧址新盖一间城隍庙。吕叔帮城隍新盖的庙非常的雄伟，他花了1年多才盖完。里面除了城隍神像之外，城隍的后方跟左右的墙壁上都画上了4位的图像。而且吕叔呢，对于城隍又有一套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城隍神是符合礼制中的8煞神，所以城隍的地位应该是要在一般神祇之上。跟我们稍早所说的另外一位刺史韦良宰，他认为城隍是婚淫之鬼，这个情况刚好是完全相反的。那后来呢，也随着城隍信仰越来越普遍，城隍神的神通也变得越来越大。这时呢，又迎来另外一个转捩点。那在早期呢，城隍主要的职务有2种。第一种就是城池的保护神，第二种呢就是保障农收、保佑风调雨顺的神。这个时候呢，城隍神出现了第3种职务，这个职务呢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就是掌理阴阳的司法神。那城隍神后来的形象呢，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地方官。人界的地方官是管理一方百姓的官员，那城隍是神界的地方官，自然被认为呢有管理另外一个世界的职务，尤其是那些当地的鬼魂。有一个洪州的官员名叫王简义，有一天呢，他发现自己的腹部长了一颗怪球。那奇怪的是，这个怪球会到处乱跑，攻击他的5脏6腑，让他非常的难受。某天晚上王简义好不容易才睡着，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个鬼差，手拿着牒文，告诉他说：“我奉城隍神的命令，要来押送你的魂魄。”王简义心里一惊，想说自己平时常扶老奶奶过街，多有善举，怎么就这么死了呢？后来呢，他就跟鬼差一路到了城隍庙里。城隍一见到王简义就说：“不对，这个人阳寿未尽。”然后呢，城隍马上就叫人拿了一本簿子过来，他仔细的翻阅了之后，告诉王简义说：“你还剩5年可以活，先放你回去。”就这样，时间过了5年，王简义体内的怪球有一天突然就跑到了心脏，他也因此一病不起。在恍惚之中他又被带到了阴间，看到了一些景象。这时他才明白了所有事情的真相。在将死之际，王简义用最后一口气告诉他的妻子说：“原来他的家里有一个年少的仆人，有次呢，因为做错事情被王简义教训，哪知道一个失手竟然害死了这个仆人。而王简义呢身上长了这个怪球，就这个仆人来讨命的。”那妻子听了很不甘心我说这个奴仆的身份这么低下，他的命怎么可以跟你相提并论呢？最后王简义留下了一句：“世间有贵贱，但是在民私，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杀人罪大恶极。”说完就断气了。那这则故事中的城隍神，他的形象跟现在已经是很相似的，犹如在另外一个世界代表公平正义的地方司法官。时间再进展到了5代10国，此时呢，城隍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了皇帝赐封爵位。不过当时皇帝对城隍的册封却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呢是一个反正军阀割据的年代，当时的吴越王名叫钱镠，他从唐末的时候就是当地的节度使，长期经营地方，实力非常强大，他还自称自己东南盟主，当地的人还给他一个很煞气的称号，叫做东海龙王。钱镠有一天就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世人都说城隍是管理一方的神，他跟人间的地方官呢是相对应的，他自己已经是吴越之王了，那他这边的城隍是不是应该也要配得上自己王者般的身份呢？于是呢，钱镠就上表向皇帝请问他这边的贵姬城隍一个爵位。由于当时的皇帝实在是偏弱，地方军阀反而实力强大。钱镠这个举动呢，其实也是想借由请封城隍来挑衅跟试探皇帝的权威。最后就在这个政治的角力之下，皇帝答应了钱镠的请求，给贵姬城隍封了个崇福侯。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皇帝赐封城隍神爵位。数年过去，钱镠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继位，那他儿子又做了一次跟他老子一样的伎俩，就是向当时的皇帝请封吴越境内的城隍。这一次呢，不止原本的崇福侯晋封为王，连带杭州、湖州这2个地方原本没有爵位的城隍也一举封王。可以见得当时皇帝的地位又更加差劲了。10年之后，另一边的楚王见的也是有样学样，也向当时的皇帝请封境内的城隍也是一举封王。那很讽刺的是，
一直被认为是护国佑民的城隍神，他神格能够不断被提升，到后面能够封爵封王，竟然是因为皇帝太过弱小，那地方军阀太过强大，而且对君王不忠诚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时间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了解到这个前一个时期军阀太过嚣张，所以呢，轮到自己当皇帝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权力牢牢的握在手上。因此啊，一开始还有立下了许多的制度，让地方的行政能够受到中央实质的控制。其中城隍信仰也是皇帝拿来巩固皇权的一个手段。在北宋时期，经由皇帝的主导，开始大举册封各地的城隍。但是我们从册封的文书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皇帝认为城隍受了他所赐封的职位，那城隍神也就如同文武百官在朝廷一样，跟皇帝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也就是明白说城隍神也是归我天子来管。在地方上无论是官还是神都必须臣服于我。也因为城隍神在当时成了代表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地位变得更加稳固。不止一般的官员不敢怠慢，百姓呢也相当的敬畏城隍。不像在唐代有模糊地带，而且褒贬不一。也是在当时呢，城隍神也越来越有人性化的趋势。跟世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虽然说管理一方，主持正义，但是同时也如同人间的官老爷一样，是不能得罪的，不然会有严重的下场。某一天，有3个10几岁的小孩，他们结伴玩耍，到了饶州的城隍庙，见到了庙里屋檐下有一个鸟巢，巢里面有几颗鸟蛋。这几个小朋友看了就想要去拿这些鸟蛋，但这鸟巢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够不到。左思右想，他们才注意到这庙里有个城隍夫人的神像，它的高度跟位置刚刚好。如果踩着神像上去呢，就可以拿到鸟蛋了。小朋友们很高兴马上行动，踩上了城隍夫人的神像，成功拿到了鸟蛋。但没想到呢，却把泥塑的城隍夫人神像给踩坏了。这3个小孩回到家之后就一病不起。他们的母亲得知缘由之后，赶紧准备了贡品到城隍庙里面，要向神明谢罪。但是呢，始终无法得到城隍的原谅。最后这3个孩子跟他们的父亲全部都病逝了。从这个故事的流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是多么敬畏城隍。同时呢，也可以发现城隍信仰开了一个支线，就是出现了城隍夫人。目前呢，可以见到宋代时一些关于城隍夫人的记载，以及城隍娶妻的神话。这也代表呢，当时的信众认为城隍跟人间的官员一样，也是有家眷的。尤其到了元代的时候，元成宗不止封大都的城隍为护国保宁王，还册封了城隍夫人为保宁王妃。这也更进一步确立了城隍信仰是可以有整个家族的一个概念。时间到了明代，虽然说宋代开始皇帝就主导册封各地的城隍，但是呢，都还是属于个别的性质，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制度。真正把城隍爵位制度给系统化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在当上皇帝的第2年就颁布了一个新的制度，给境内所有的城隍全都封爵。城隍之间呢是有明确的阶级制度的。譬如说，京城应天府的城隍位阶最高，被封为升福明灵王。那第2级呢，则是朱元璋特别选出了5个地方，将这5个地方城隍也都封王爵正一品。会选这些地方呢，是因为跟朱元璋有些渊源。譬如说，临洮府就是朱元璋的故乡。接下来呢，则是依照府、州、县等行政区域的等级来去做册封。分别是府城隍封威灵公，州城隍封灵佑侯，县城隍封显佑伯。相信说到这边呢，城隍的信众应该有一点熟悉的感觉了。但是呢，才过了1年，朱元璋又更改了城隍制度，才刚封给所有城隍的爵位跟封号，在这1年呢，通通废除，改成单纯用行政区域来分等级，由上到下呢，分别是都、府、州、县4等。所以只会称作都城隍或某某府城隍，不会再称公、称王之类的。而且还下达一道惊人的命令，就叫毁掉所有城隍神的神像，只能供奉城隍的神主牌。那究竟为什么才短短1年，朱元璋就对城隍的想法有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呢，是跟他接受不同官员的建议是有关的。最初呢，朱元璋所采取的是由李善长为主，比较亲近道教的一众官员所提出的建议。其实城隍呢是具有人格的神，所以有神像跟爵位。
隔了1年之后呢，朱元璋所采用的只是有一群儒臣的建议，试图呢将城隍神去人格化，恢复为自然神，所以呢要毁去城隍的人形神像，只能用神主牌。但是城隍是有人成神的这个观念深植民间，所以这一种强硬剥夺人民信仰的方式，这效果其实不是很好。虽然皇帝下令要毁去神像，但是呢，有很多的神像都被信众偷偷藏了起来，而且时间呢，大概到了明代中叶，这个规定呢已经是名存实亡，大部分的城隍庙呢早就已经恢复有神像的状态。在清代呢，则是大致延续了明代的城隍制度，一样也是规定，凡是地方的新官上任，都必须呢先斋戒留宿在城隍庙，向城隍完成报到。那在台湾呢，被纳入了清代版图之后，官方也把帝国的城隍制度移植到了台湾，在各个城里面设立城隍庙，也是当时呢建立新城的公式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在当时台湾是一个新纳入版图的边陲地带，需要尽快的把象征帝国权力的城隍信仰建立起来。因此呢，在台湾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很多地方的城隍庙是比城墙还要早盖好的，所以形成了一种有城池之神但没有城墙的情况。不过呢，这也某种程度的代表这城隍在当时的存在就如同一道无形的城墙，具有安定民心的效果。但是呢，台湾最早由官府所建立的城隍庙，其实并不是清政权所盖的。早在郑氏王朝时期就已经盖有城隍庙，这是台湾最早的城隍庙呢，也就是目前位在于台南的台湾府城隍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当时台湾除了官方所建立的官式城隍庙，同时也存在了所谓的私式城隍。就是当时民间自建的城隍庙，有不少呢是由当时的移民从原乡所带来的城隍。因为早期移民在台湾往往要面对许多恶劣的情况，这时呢就非常需要宗教信仰的支持，而百姓呢拜城隍的目的非常的单纯，不像官方建城隍庙是带有政治目的的。百姓拜城隍只是诉求能够得到神明的庇佑，譬如说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安溪城隍，都是当时呢属于民间私事的城隍。不过官民之间呢，还是有一种默契，在一个区域呢，还是要有官式的城隍为正统，民间的城隍地位只能在官式的城隍之下。毕竟呢，官式城隍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权威，这一层上下的关系必须要清清楚楚。那在当时呢，还存在另外一种现象，也是要靠官民之间的默契来维持的。譬如说呢，我们将会称城隍爷为某某公、某某侯，那这个在当时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清代呢，原则上是延续明代的城隍制度，就是城隍改制之后是没有爵位的。当时皇帝呢，虽然会有赐号、赐匾给台湾的城隍，不过呢，一直到清末为止，皇帝都没有册封爵位给城隍。照理来说，这没有给的，你不能要啊。但是呢，在民间的信众还是习惯用爵号来称呼城隍爷。譬如说，皇帝曾经赐号“绥靖”2个字给嘉义县城隍，信众就觉得城隍爷是被皇帝给升级了，所以会尊称嘉义县城隍为绥靖侯。像府城隍在改制之前呢是公爵的地位，所以呢台湾府城隍又会称为威廉公。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当时的制度的。但对官方来讲只要地方百姓呢不要造成地方动荡，危害到政权，地方官基本上是不太会去干涉。这种以爵位尊称城隍神的现象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时间到了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在接收台湾的初期，因为还有地方的叛乱没有完全平定，所以也没有时间新盖一些房舍，所以当时全岛将近200多间的庙宇是直接被日本官方给征收，当作公家单位来使用。其中呢，就包含了几间的城隍庙。也因此，当时台湾岛内有一些庙宇会寻求跟日本内地的佛寺来结盟，就是说呢，承认日本的佛寺为本山，自己呢则是佛寺辖下的末寺，想借由日本佛教界的庇护来逃过这个庙被征收的命运。像是以城隍庙来说呢，当时就有彰化、嘉义、新竹的城隍庙跟日本的曹洞宗签下盟约。虽然说这个时期有不少的台湾庙宇是被占据跟毁损，但是呢，在这个初期的日本官方还是秉持的一种态度，就是要去了解台湾人的习俗，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正确的施行适当的殖民统治。
所以在这个时期啊，日本官方跟后期相比啊，对台湾的宗教民俗还算是比较温和的。那也是因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呢，原本这些官式的城隍庙也就不再具有官方性质，那些本来该由清代官员来主持的祭祀典礼，后来呢也都由民间士绅来接手。不过呢，也因此这些祭典啊变得更加的亲民。虽然说日本人一直觉得台湾的民间信仰是迷信，但是呢也并不太会干涉这些庙会的活动。而且还有一点，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带来了现代化的交通建设，还有报章杂志等等的媒体宣传之下呢，台湾传统的庙会打破了地区的限制，吸引了更多人去参加。有些地方的庙会呢，还因此变成了全岛性的庆典，热闹程度达到了高峰，是清代所没有的盛况。譬如说大稻埕霞海城隍庙，就因为它的祭典人气盛况空前，被称为全岛的第一祭典。这个第一祭典呢，它的人气到底是多么的旺呢？下面带大家看一个有趣的数据。当时台湾铁道北部全线在平日的乘客数大约是1700人，但是到了大稻埕城隍祭典的时候，光是2天的乘客数就突破1万人。大量的人潮也带动了周边跟庙会相关的产业。那也因为呢祭典的商业利益庞大，也出现了一些不肖商人。在1920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则报道，是说呢城隍祭用的纸枷原本是属于城隍庙的专卖，但是呢在当年出现盗版，有商人呢到了汐止去制造了一批纸枷，然后拿到城隍庙口去卖，成本呢大概快要2000，但是呢他却可以卖到30钱。相当的暴利就在一切看似欣欣向荣，但没想到在1915年发生了西来庵事件。那西来庵呢是一间拜五福大帝的庙，那这个事件呢就是民间利用宗教信仰来进行武装反抗。那也因为此次的事件，官方呢开始对民间宗教的态度转变为强硬，常常会干预民间的宗教活动。在庙会不只说有官员会来训话，说是要导正民心，还会有警察到场来监视整个活动。后来几年之后呢，又爆发了中日战争。日本当局呢决定要对岛内进行皇民化运动，其中呢就包含最恶名昭彰的、特别针对民间信仰的寺庙整理运动，也就是俗称的众神升天。有很多的神像在当时都是被摧毁的。所以许多的信众呢都会把神像或者宫庙的文物偷偷藏起来，这样才能幸免于难。当时岛内除了几个少数的庙会，大部分的迎神活动呢都在这个时期停止。后来就连有全岛第一祭典的大稻埕城隍祭，也在1942年的时候被完全禁止。那个时候呢，就连来参拜的香客都会被罚。后来到了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台湾民间的宗教活动才开始复苏。但尴尬的是，历经了50多年的日本统治，台湾的宫庙活动呢已经存在了许多日本化的元素。偏偏当时的政府对日本是极为敏感的，所以禁止任何跟日本有关的东西出现在庙会，只要是违规就会被法办。光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城隍信仰，千百年来都是当权者说了算，他们可以随意的修改或是打压人民的宗教信仰。再看看我们现代的台湾，可以说已经是宗教最自由的时代了。大家且过且珍惜啊！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下次影片见，拜拜。